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位桃园市的房仲阿哲的真实投稿。这个故事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灵异事件，它背后隐藏着一个被忽视的冤屈和人性的阴暗。事情发生在桃园市的一间老公寓，阿哲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案子，却没想到他亲手打开了一扇连接阴阳两界的门。这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，但更可怕的是，他揭露了一个隐藏在表面的真相，一段关系中被暴力摧毁的生命，以及一个怨念深重的灵魂，始终徘徊在那间房子里。如果你不够胆量，建议你在开灯的情况下听完这个故事。2020年刚过完年，开工的第一天，公司里透着一股懒散的气息。节后归来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坐在工位上，有的刷着手机，有的打着哈欠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格外清晰。阿哲坐在自己的桌子前，手指无聊地敲着桌面，一边想着新的一年要如何完成指标。他是个房仲，专做开发新案子，最烦的就是过年后的淡季。突然，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办公室的沉寂。他下意识地抓起电话，语气不紧不慢：“你好，这里是 XX 房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”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，像是被压抑了许久：“喂，你好，我是之前找过你们租房的陈先生，我有套房子想卖了。”阿哲愣了一下，立刻调整状态：“陈先生您好，方便简单说一下房子的情况吗？位置、面积、价格，我们可以马上帮您处理。”他的声音变得热络，脸上浮现出了职业化的笑容，但对方没有回应的那么积极。房子在桃园市龙安街，一间老公寓。陈先生顿了顿，声音低得像是在咬着牙说话：“之前租给一对情侣住，但现在退租了。我人住在台中，来回跑很麻烦，所以想直接卖掉，你们能处理对吧？”阿哲感到陈先生的语气有些不寻常，像是急着甩掉某个烫手山芋。“当然没问题，我们公司可以帮您从头到尾处理干净。您方便什么时候见面？”陈先生沉默了几秒，像是在犹豫什么，随后用低沉的语气回答：“今天吧，我人在桃园，就约在龙安街巷口的便利商店。您不方便直接在房子里见面吗？这样我可以顺便拍些现场照片。”阿哲试探性地问道。通常来说，房东都愿意带房仲去房子里当面交代细节。不上去，陈先生冷冷地打断了他：“就巷口见面，钥匙到时候给你随后。”他匆匆挂断了电话。阿哲盯着听筒，脑子里闪过一丝疑惑。这是他接手的第一单，却充满了违和感。从声音到语气，从见面的地点到避而不谈的房屋细节，一切都显得古怪。但他很快甩掉这种不安，专任委托可是3倍绩效，这样的好事不能错过。下午，阿哲骑着机车赶到了约定地点，巷口的一家便利商店。阴沉的天气让整个巷子显得格外压抑，几盏路灯在白天依然亮着。巷子深处的老公寓外墙斑驳，像是经历了岁月的风雨。阿哲在便利商店外等了几分钟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慢慢走过来。男人穿着深色外套，手里提着一袋东西，脸色蜡黄，眼下有着浓重的黑眼圈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甚至带着几分憔悴，站在阿哲面前，犹豫了一下才开口：“是你吧，房仲？陈先生吧？”阿哲赶忙点头，递上自己的名片，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化解对方的紧张。“谢谢您信任我们，这套房子您打算？”“先说好。”陈先生打断他，目光闪躲：“我不想上去，也不会进去。钥匙在这里。”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串钥匙递给阿哲：“麻烦你们帮我处理里面所有的东西，能丢的就丢吧。”阿哲接过钥匙，目光落在陈先生的脸上，他的语速很快，像是急于结束这个话题，手还不自然地垂进外套口袋里。他的话更是让阿哲心里咯噔一下。陈先生，
您刚才电话里说租客退租，具体是什么情况呢？没什么，就是出了点问题。陈先生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嘴角抽动了一下。租约到期了，里面东西太多，你们帮忙处理就好。卖房的事情你全权负责。他刻意回避阿哲的目光，整个人的状态像是随时想要逃离。好好的阿哲心里越发疑惑，却不好多问，只能笑着应下。那好，就这样。陈先生转身要走，但忽然又停下来，回头叮嘱道，里面有些东西，尽量别动。他说的模棱两可，仿佛在隐瞒什么，但又不愿解释。好的，您放心。阿哲愣了，点了点头，看着陈先生快步离去的背影。便利商店的玻璃门自动划开，温暖的光线照在阿哲的脸上，但他却感到一阵凉意从后脊梁窜上来，钥匙握在手中，冰凉的有些刺骨。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钥匙，脑海里浮现出那间公寓的模样，老旧、幽暗，透着陈先生无法言明的某种压抑感。算了，别多想。阿哲自言自语，摇了摇头，把钥匙揣进口袋，启动机车准备去勘察这套房子。但他没有注意到，在他转身离开时，那条深巷的尽头似乎有一双模糊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他。下午，阳光被厚重的乌云遮盖，光线暗得像黄昏。阿哲和女同事小薇以及为了壮胆叫来的学长老李，三人站在隆安街巷口，抬头看向那栋老旧的公寓。老李一边整理护身符，一边打趣说，阿哲，你胆子倒挺大，这种地方都敢接案子，别最后吓得腿软啊。阿哲干笑了一声，没有回话。他的目光停留在那栋公寓4楼的窗户上，窗帘半开着，像是有人站在那里静静注视着他们。他下意识眨了眨眼，在看过去时，窗帘无风自动，晃动了几下。阿哲摇摇头，觉得是自己多心了。走吧，别浪费时间。老李率先迈步走向楼梯，小薇紧随其后，而阿哲落在最后。他们刚踏入公寓楼道，阴冷的空气便扑面而来，仿佛与外界隔绝一般。楼梯间的灯忽明忽暗，每踩一步，木质台阶便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，仿佛是在抗议他们的到来。这地方怎么这么冷？小薇忍不住抱紧了双臂，声音有些发颤。阿哲也感到脊背发凉，但他强装镇定，可能是空房太久了，通风不好吧？通风不好。老李回头笑着打趣，那这股味道呢？你闻闻，像臭水沟加上烂鱼的味道，这房子怕不是有人拿来养蛆的吧？他的语气轻松，但眉头却微微皱起，明显也感到了异样。他们一步步走上4楼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中格外清晰，听起来像是有多余的脚步在尾随。阿哲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楼梯。站在4楼公寓门口，阿哲掏出钥匙，手心竟然出了点冷汗。门锁比想象中要老旧，钥匙转动时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仿佛在不情愿地打开。门刚被推开，一股腐臭味猛然冲了出来，像是藏了很久的煤气混合着某种无法形容的腥味。小薇立刻捂住了鼻子后退了一步，这什么味道啊？老李一边低声骂了一句真他妈臭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捂住鼻子。他往房间里探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回头对阿哲说，进去吧，房东都交代给你了，怕什么？阿哲硬着头皮走进屋子，脚踩在地板上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声，像是地板下有什么东西在活动。他低头一看，地板上散落着几只死掉的蟑螂，显然已经腐烂多时。房间里的景象让阿哲皱起了眉头。客厅的茶几上摆着2个酒杯，里面的液体已经干涸，杯沿却似乎被不久前才碰过，留下了明显的指痕。满地的垃圾袋堆成一片，散发着阵阵臭味。一旁的沙发上盖着一条皱巴巴的毛毯，隐隐透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墙上的漆已经大片剥落，留下暗黄色的痕迹，像某种液体曾经顺着墙面流下来。
小薇站在门口不敢动，低声嘀咕，怎么会有人住在这种地方？住不住的楼不是我们的事，我们是来卖的。老李环视了一圈，忽然停下脚步，皱起眉头。不过这房子确实有点不对劲。阿哲刚想到哪里不对，老李却笑了一下，自顾自地哼起了歌。他这个习惯平时很少见，阿哲不禁感到奇怪，却没多问。三人小心翼翼地在客厅四处查看，越走越觉得寒意逼人，空气中似乎多了一种难以察觉的湿气，混合着腐臭味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老李忽然停在主卧门口，伸手摸了一下门框，这里有水。阿哲走近一看，发现主卧的门缝下果然渗出了一些干涸的黑色水渍，颜色暗沉，看上去像是时间很久了，但却散发出一股奇异的腥味。钥匙，开吧。老李递过钥匙，但阿哲却迟疑了。站在门前，他忽然觉得里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，心跳莫名加快，掌心也渗出了汗。快点啊，别愣着了。小薇在他身后催促，声音虽然有点发抖，却带着一丝掩饰恐惧的强硬。阿哲咽了口水，手刚搭上门把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像是从门后传出来的低低哭泣声。他顿时僵住，转头问：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老李皱眉，小薇也一脸茫然的摇头。不，没什么。阿哲低声说服自己是幻觉，然后硬着头皮拧动了门把。门缓缓打开，发出刺耳的吱嘎声，像是在抗议着不速之客的闯入。房间里的气味更加浓烈，令人作呕。主卧并不大，一张床正对着门，床上的被褥皱巴巴地堆在一边，但最显眼的是那张床垫。床垫中央有一个清晰的黑色印记，形状完全是一个人平躺的模样，周围围绕着一些死躯。那黑印似乎深深嵌入了床垫里，仿佛床垫曾经吸收了什么液体，形成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轮廓。阿哲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退。他的眼角似乎瞥见了什么，一个模糊的身影从房间的角落一闪而过。别看了，赶紧关门！老李大喊一声，把他从僵硬中拉了回来。阿哲猛地把门关上，喘着粗气，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小薇终于忍不住了，拉着阿哲的袖子，低声说道：我们快走吧，别待在这了。阿哲没有说话，心里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这间房绝对不仅仅是出了点问题那么简单。回到公司后，阿哲心里一直无法平静。4楼那间公寓的画面像胶片一样不停在脑海中回放，尤其是那张床垫上的黑色人形印记，仿佛在无声地讲述某种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他总觉得当时自己在房间里被盯着，一种冰冷阴沉的视线从头到尾未曾消失。办公室里，学长老李一进门就猛拍阿哲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意：阿哲，你接的到底是什么鬼案子？他的表情严肃，甚至有些气愤。怎么了？阿哲愣了一下，心里已经预感到了不妙。老李压低声音说道：我就不该跟你去。刚刚在房子里，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客厅里听到了，有个女生在低声说：滚。她的声音很低，但带着恨意，像是在咬牙切齿管。阿哲的心顿时一沉，背后又冒出一阵冷汗。可我没听到啊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老李却一脸严肃：你没听到，那为什么你开主卧门的时候，我感觉那声音一下子变大了？我看着那间房，总觉得房间里有人在盯着我们，尤其是你，他就像是恨透了你，随时想冲过来抓住你一样。阿哲愣住了，回忆起刚才那种压迫感，难道这真不是自己的错觉？别再去那个房子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案子最好直接退掉。老李警告道：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的。但阿哲并没有听进去，他知道这个案子对他的业绩有多重要，尽管心里也很不安，他还是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没有多说，
只是点了点头，默默拿起手机拨通了房东陈先生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，陈先生的声音透着一丝慌张：“喂，是阿哲吗？怎么了？房子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”阿哲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：“陈先生，房子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您是不是没跟我说实话？”电话另一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陈先生似乎在思考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发现了什么？房子里，说实话，感觉有点怪异，是不是曾经出过什么事情？”阿哲的语气很小心，生怕对方挂断电话。陈先生叹了一口气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：“好吧，既然你问了，我也不瞒你，这间房子确实发生过不好的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阿哲捏紧了手机，心跳开始加速。陈先生的声音更低了，像是在讲一个自己都不愿回忆的噩梦。之前住在那里的是一对情侣，大概在2年前的除夕夜，他们吵了一架，男的喝了酒，失手打了女的心肌梗塞，当场没了。阿哲的脑子里轰的一声，没了。对，男的当时吓坏了，根本没叫救护车，而是自己跑去网咖躲着。女生的尸体就那么躺在床上，整整1个礼拜，直到我上去查房，才发现。陈先生说到这里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报警后，男的当天就被抓了。但那间房子，你也知道，出了这种事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就租了出去。现在，我只想卖掉，不想再管了。电话另一头的陈先生长叹一声，像是想把这件事从记忆里彻底丢掉。阿哲挂断电话后，双手依然在微微颤抖。他终于明白了，那张床垫上的黑色人形印记究竟是怎么来的。得知真相后，阿哲的心情变得沉重。他脑海中开始浮现出那个女生的画面。除夕夜，在这个本该温馨团聚的时刻，他却在争吵和暴力中失去了生命。他的最后时刻一定是绝望的、无助的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他的尸体竟然被遗弃了一整周，没人发现，也没人关心。阿哲心中泛起一阵愧疚，开始自问：我是不是不该接这个案子？这是不是对他的不尊重？更让人不安的是，噩梦似乎随着案件的深入笼罩了他和小薇。那天晚上，小薇在公司休息时突然惊醒，大口喘着气，脸色苍白。怎么了？阿哲看到他的样子，连忙过去问。我梦到他了。小薇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就是那个房子。我梦到他站在窗边，低着头看着我。他的脸一开始是白的，然后慢慢变成青的、绿的，最后变得全是血。我喊他，他突然抬头冲向我，眼睛瞪得很大，像是要吃了我一样。小薇的话让阿哲的后背一阵发凉。他虽然没有梦到那个女生，但那晚也睡得极其不安稳。每次闭上眼，他都能看到那张床垫上的黑色人形印记。听到门后传来了一隐哭声，阿哲渐渐感到喘不过气，似乎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压在他心头。那种被盯着的感觉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明显，就像他的怨念始终缠绕着他们，无法散去。这事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，阿哲低声对自己说，但心里却涌起了一个更大的疑问，他的怨气到底是对着谁？是那个害死他的男友，还是不该闯入他世界的他们？阿哲和小薇终于决定去庙里收经。这几天，他们的生活完全被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笼罩着，无论是噩梦，还是那种时刻被注视的感觉，都像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他们的神经。小薇甚至在办公室里崩溃大哭了一次，我再也不想去那个房子了。阿哲，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啊？我们去庙里看看，师傅应该会有办法。阿哲试图安抚小薇，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坚持。他也隐约感到自己身体里那种沉重的感觉越来越难以忽视。当天傍晚，他们骑着机车前往市郊的一间庙宇。路上，
天空阴沉，冷风夹杂着细雨打在脸上，仿佛连天气都在压低他们的情绪。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阿哲明明看到信号灯是绿色，正准备加速穿过路口，忽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在耳边响起。他下意识猛踩刹车，只见一辆巨大的卡车从旁边呼啸而过，车轮带起泥水溅了他们一身。阿哲这才猛然发现，信号灯早已变成红色，自己竟完全没有察觉。刚刚是红灯。小薇的脸色煞白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差点被撞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阿哲惊出一身冷汗，脑中忽然浮现出某种可怕的联想。刚才是不是有人在拉他过去？到了庙里，师傅似乎早有预感，看到他们进门后，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沾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小薇急忙点头，拉着师傅的袖子哭诉，师傅，真的不对劲，我们去了那个房子。师傅，那地方是不是有东西？师傅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转身从神桌后拿出一把扇子，毫不客气地朝阿哲的头上拍了一下，力道之大让他差点站不稳。他叫我打的，师傅冷冷地说道，语气中竟有些责备。你吐什么？他家再脏也是他的地方，别这么不尊重。阿哲浑身僵住，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当时真的忍不住。师傅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语气缓了下来。算了，这孩子怨气深，但也没想害人，他只是太不甘心了。你们啊，最好别再去碰那间房了。为什么？阿哲脱口而出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服气。他觉得自己只是接了一个普通的案子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师傅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能赚的钱，再执着下去，怕是连命都留不住。师傅的这句话就像一记重锤砸在阿哲的心头，他的理智告诉他应该听劝，但深埋在内心的某种执念却让他依然不愿就此放手。阿哲听从师傅的建议，暂时没有再踏进那间公寓，但作为一个房仲，他不能不关注案子的进展。他花钱请一家清洁公司，将屋内的所有杂物清理干净，还特意找人重新装潢，希望能借此掩盖房子的过去。1个月后，房子焕然一新，重新挂上网络销售平台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怎么宣传，这间房子始终吸引不到买家，来看房的客户寥寥无几，偶尔有人来，也在短短几分钟后结果离开，连理由都不愿多说。有一次，一对夫妻来看房，进屋不过10分钟，妻子突然拉住丈夫的手，说她头痛得厉害，要马上离开。阿哲赶紧上前关心，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结果那位妻子压低声音说，你们这房子是不是不太干净？刚才在客厅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叹气。阿哲心中一紧，嘴上却只能敷衍道，可能是老房子的空调通风系统出问题，回头我们会检查的。挂了电话，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他越是想尽快脱手，房子的问题却越多。某一天，房东陈先生忽然打电话来，语气里透着明显的焦虑。阿哲，房子你们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人愿意买？阿哲犹豫了一下，如实说道，现在进展不太顺利，来看房的人很少，就算来了，也怎么样？陈先生追问。他们总说房子里不太舒服。阿哲顿了顿，小心翼翼地问，陈先生，这房子现在没人住，你之前上去收拾的时候，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吗？电话另一端的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低声说道，其实我也试过亲自带人去看房，但每次一开门，就有一股冷风从屋里灌出来，特别冷，像是冬天的冰窖一样冷风。阿哲的手心冒出了汗。对，而且有几次，我明明站在门口没进屋，背后却总觉得有人在看我。陈先生的声音越说越小，最后似乎不愿再多提，反正我不想再上去了，你们尽快帮我处理吧。挂掉电话后，阿哲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。这间房子
就像一口无底的深渊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把它推销出去。而那无形的力量，却像一双看不见的手，正一点点把他拖得越来越深。阿哲一度试图说服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心理作用，老房子没位中，光线暗，客户对特殊历史的抗拒，这一切不过是巧合。然而，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质问，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心理作用，那为何会接二连三的发生？一天深夜，阿哲坐在办公室里，整理那间房子的照片。他翻看着客户来看房时拍的图片，试图挑出能吸引买家的亮点。照片中的房子确实被装潢的焕然一新，但每张照片看起来却依然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。房间的光线莫名暗沉，甚至在清晨时分拍的客厅照片中，墙角的阴影都显得格外浓重。当他翻到客厅的最后一张照片时，手突然停住了。照片的窗边隐隐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那影子像是一个女人，长发披肩，低头站在窗前。她的脸不太清晰，但那微微抬起的眼神却仿佛透过照片直勾勾地看向阿哲。那眼神中带着怨恨，却又夹杂着一种无法忽视的绝望。阿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照片从手中滑落，他赶忙捡起，放大那部分的影像，却越看越觉得脊背发凉。窗户外明明是空荡荡的巷子，这影子从何而来？他回想起学长老李的话，他盯着你，从头到尾就盯着你。再也忍不住，阿哲拨通了师傅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师傅听完他的叙述，长叹一声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间房子最好别碰。那孩子的冤屈还没化解，他不会放过任何闯了他世界的人。他究竟要什么？阿哲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他不想害人，但他死得太惨，怨气太重，甚至无法明白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。他留在那间房子里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话没说，还有事情没完成。师傅的语气带着一丝惋惜，如果你还想帮他，那就替他解开这个心结。第二天清晨，阿哲带着小薇来到那间公寓附近的庙宇，在师傅的指引下，他们买来了祭品，点燃香烛，为那位逝去的女生举行了一场简单的祭拜仪式。师傅在法坛前摆好灵符，轻声念着咒语，手中的拂尘缓缓挥动，庙里的香火袅袅升起，整个空气似乎变得温暖了一些。跪下吧，师傅对阿哲说道，他怨气冲天，但你毕竟没害过他，现在跪下来，跟他说几句，或许他能听到。阿哲犹豫了一下，缓缓跪在祭坛前。他闭上眼，声音低沉却真挚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冒犯你的家，你一定很痛苦，但如果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，就告诉我吧，我们会帮你的祭拜。结束后，师傅点燃了一张符纸，火光映红了阿哲的脸。他闭上眼睛，忽然感到一股奇怪的暖意包裹着自己。就在那一刻，他似乎进入了一个模糊的梦境。梦中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站在窗前，低头流泪。她的脸苍白无力，但却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怨气。他看着阿哲，张了张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他伸出手指了指天空，仿佛在说，他终于可以离开了。阿哲醒来时，眼角湿润，整个人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他望着桌上燃尽的符纸，心中隐隐觉得那对女孩的怨念终于消散了。几天后，阿哲收到了一位买家的消息，对方没有过多犹豫，便签下了购房合同，顺利买下了这间老公寓。房东陈先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，连连感谢阿哲，却从头到尾没有再问这房子里的事情。阿哲站在公司门外，看着那厚厚的合同，心中却没有丝毫成就感。他知道自己做的并不仅仅是卖掉一间房子，而是为一个逝去的生命找到了解脱的出口。从那以后，阿哲开始刻意避开所有带着故事的房子。
他不再执着于高绩效的诱惑，也不再轻易接下可能让自己陷入深渊的案子。他明白，这世上最可怕的并不是鬼怪，而是那些被忽视的冤屈和绝望。阿哲偶尔还是会回想起那个女孩的身影，尤其是她流着泪的脸。他总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希望她在另一个地方能找到真正的平静。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，带来了一种久违的宁静，仿佛一切阴霾都已散去。而阿哲的心中也终于升起了一丝久违的光亮。